镇海王府功高震主，满门抄斩，先帝遗诏免死，改判流放。我穿越了。哼，一群废物！太奶，我渴，灵儿好渴。灵儿，我的灵儿啊！没水了，官差把我们的水袋全拿走了。王爷，你想想办法啊！这乃是死地，海中之水苦涩带毒，无处寻得甘泉。天亡我赵家，天亡我赵家呀！闭嘴！哭哭哭，哭丧呢！老娘还没死透呢！母亲，您没事？少废话！赵瑾，孙儿在。你那双拳头，除了外出执勤，还能不能砸东西？回祖母，孙儿内力虽被封了大半，但砸碎坚石不在话下。好。愣着干什么？等我请你吃席呢！拿地上的尖石头给老娘砸开它！活了，灵儿活了！多谢母亲救命之恩！都给老娘竖起耳朵听好了！从今天起，这里没有什么镇南王，没有什么造命夫人，也没有什么将军王妃。想要在这座岛上活下去，就得收起你们那副金贵做派。天不救人，人自救。老天爷把我们丢在这里，不是让我们等死的，是让我们把这片荒岛变成咱们赵家的新地盘。母亲，儿子这半日滴水未进，嗓子都快冒烟了。您看这剩下的椰子，是不是先紧着儿子解解渴？毕竟儿子是这王府的主心骨。是啊，老太君，妾身平日里喝的都是玉泉山的晨露，如今这般粗鄙之物虽难以下咽，但为了伺候王爷，妾身也只能变为奇难喝上几口了。老太君，你为何打妾身？母亲息怒，刘氏纵有千般不是，也是儿子的心头肉啊！心头肉，在这座岛上，除了能干活的鸡肉，其他什么肉都是废肉。我刚才说的话，你们是聋了还是没长脑子？王府已经没了，大燕王朝的镇南王现在就是个流放的囚犯，还端着主子的架子，还想让人伺候。好啊，那太平洋没加盖，嫌渴嫌累的，现在就跳下去一了百了，老娘还能省下一口水。婷儿，喝。祖母，孙儿是戴罪之身，又是个废人，这等救命之水，鲤鱼由祖母先。废什么话？叫你喝就喝。全家上下30多口，就你一个能打的。你的腿要是废了，晚上野兽来了，谁来保护这群只会哭的废物？喝光它，这是命令。没了，全没了！这树如此之高，上面虽有果实，却难以采摘。就算能摘下来，这区区几个果子，又怎够我们30多口人活命？明日咱们全家都要变作这沙滩上的干尸了。好塞个屁！只要有海有太阳，老娘就能让你们喝上水。赵婷，带几个手脚利索的家丁，给我在沙滩上挖几个沙坑，不用太深，半笔深就行。其他人去把那些破毛罐、大叶子，
还有那边防风林里的中控主管，全都给老娘捡过来！谁敢偷懒，晚上的水他一滴也别想沾！母亲，您这是要做甚？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这叫天地造水法。老太君，这海水可是有毒的啊！苦涩刺喉，便会腹痛如绞，这如何能饮用？没文化真可怕。海水有毒，但天上的日头没毒。这毒太阳把坑里的海水烤热了，水汽往上冒，碰到这片叶子就会变成水柱，水珠顺着这斜坡滑到中间，滴进底下的陶碗里。就是母亲怕是魔怔了。也罢，死在这海滩上，好歹咱们一家人也算齐整。出水了！真的出水了！喝。是甜的，真的是甘泉，神迹！这是神迹啊！天佑我赵家，天不亡我赵家呀！母亲大义，救我等性命！老太君乃神人转世。行了，别拜了，这点小把戏算什么？水解决了，接下来，老娘带你们去吃顿好的，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海岛餐。都别搁这儿装死尸了，还能动弹的，跟我去海边礁石那边找吃的。母亲，万万不可啊！那海水中多有妖邪毒物，咱们初来乍到，若是触怒了水神，还你奶奶个腿的神！海神要是管用，你们能被流放到这儿来？饿死也是死，毒死也是死，老娘宁愿做个饱死鬼。母亲且慢，您年事又高，怎可让您涉险？儿子虽然不才，但也曾练过几天君子六艺。找吃食这种粗活，还是让儿子去林子边缘碰碰运气吧。你去，找不回吃的，今晚你就去骗反你。王爷，你怎么了？母亲，海妖，好可怕的海妖！他披着青黑色的铁甲，横行霸道，嘴里吐着毒气，还举着2把巨大的剪刀，要夹断儿子的腿啊！铁甲海毒气，举着大剪刀。完了，这岛上果真有妖邪，咱们计划全都要被吃了。好什么好？闭嘴！祖母不可！海妖凶焰，孙儿去拼死拦住他！滚一边去！别碍着老娘进货！好家伙，这高都快顶半了吧？拿捏！妖怪被母亲降服了。颖儿，带火骈子了吗？回祖母，咱们是被抄家流放，身上未留寸点，更无火折子。那你就用你的刀砍石头，给老娘生火。今天老娘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还要再惨叫！好香啊！祖母不可受其贿陷，越是香艳之物，毒性越烈。此乃海妖的迷魂阵。
可惜了，没有岑醋和姜丝，不然老娘能干掉10只。儿子突然觉得，这妖邪之物既然已被您的高僧法力镇压化化了毒性，儿子作为一家之主，理应为您分担一些这降妖降魔的重任。婷儿，你打火有功，这是赏你的。吃！好吃，太好吃了！母亲，好母亲，儿子也要降妖解魔，儿子饿呀！看见那片黑漆漆的石头滩了吗？那里全都是这种海妖，想吃肉的，立刻马上给老娘下海去抓，抓不到的，今晚就给老娘饿着！这泥里有狐咬我的脚，软趴趴的，还喷水！造孽呀！老娘当年带菜市场里刚招来的鲨鱼学徒都没这么费劲。行了，都给老娘滚上来！涨潮了，想喂海龙王吗？就这，让你们去进货，你们去给我捡垃圾，就这点东西，够塞哪个的牙缝？母亲，非是儿子不尽力，实在是那海滩湾上的活物都极其狡猾，有的带刺，有的夹人，儿子这手……我不干了！我堂堂知府千金，十指不沾阳春rum，凭什么要在这烂泥沟里刨食？老太君，你就可怜可怜妾身吧，妾身真的走不动了，身上又痒又痛，我要热水沐浴，我要更衣。是啊，老太君，咱们可是王府的人，怎能做这种下贱的渔夫行径？这日子没法过了，不如死了算了。你要热水沐浴？是，妾身受就这寒风的欣慰。老太君，知府千金，王府侧妃，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里是哪里？这里是琼州死岛，是阎王爷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流放地。我知道你们心里还有幻想，觉得皇帝老儿哪天高兴了，会把你们召回京城，继续过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日子。别做梦了，镇南王府已经倒了，你们现在就是一群连大燕王朝户籍都没有的黑户野人。哭？你还有脸哭？30大几的人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让你找口吃的，你带回来一堆破壳，你信不信？明天要是没有吃的，第一个饿死的就是你。从今天起，在这座岛上，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身份，全部给老娘清醒。现在我宣布海岛生存的3条铁律，谁要是敢犯，不用老天爷收你，老娘第一个把你丢进海里喂鲨鱼。第1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不辽渡者不得食。在这岛上没有主仆之分，只有干活和不干活的人。想要吃饭，想要喝水，就必须干活，去赶海，去捡柴，去生活。谁要是敢偷懒，敢耍大小姐大少爷脾气，就直接断水断粮，饿死活该。你不是要沐浴吗？可以，明天一早你去海边捡20斤贝壳回来，我就赏你1碗淡水擦身子，差一点都不行，少1两你就可着。妾身不敢了，妾身明日就去捡。第2条，绝对服从。婷儿，你是这群人里唯一懂点武功的，从明天起，你就是岛上的护卫队长，负责带几个男丁防备野兽。我所有的命令，你必须无条件执行。谁敢阳奉阴违，直接移归处置。孙儿领命。第3条，抱团求生，禁止内讧。以前在王府后宅，你们怎么争宠我不管，但现在
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要是敢为了抢一口水、抢一口肉，在背后捅刀子，老娘直接把他扒光了，吊在椰子树暴晒。去拿几个火把，是，跟我来。看清楚了，这叫海蛎子，也叫海蛎子。别看它长在石头上像块疙瘩，里面全是肉。还有这个猫眼螺，晚上全都爬出来吸在石头上，一抠一个准。那边那个水坑里，看到那2根长长的须子了吗？那是大龙虾，动作要快，直接掐它的背甲。小兰，要命了！怎么了？是不是海妖又来了？还你个头！眼瞎了吗？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这沙滩毫无遮蔽，风浪一来，水能把这里全淹了。不想变成鱼调料的，立刻带上所有的淡水和能用的东西，跟我撤进林子里。这不过下场雨罢了，咱们找几片大叶子顶在头上不干净些？林子里全是毒虫毒蛇，妾身不敢去啊。是啊，母亲，咱们好不容易挖了那几个造水的沙坑，若是走了，这坑岂不是废了？行，你爱留这儿你留这儿，等会儿风刮起来，把你吹到海里喂王八的时候，记得多喝2口海水解解渴。婷儿，带上你的刀，把装淡水的竹筒全给我捆严实了。男丁负责搬运陶罐和剩下的食物残渣，女眷去把昨天用来接水的芭蕉叶全给我卷起来他的腿。1炷香的时间，谁要是还留在沙滩上，老娘直接打断他的腿。母亲救命之恩，儿子没齿难忘。少放屁，还没到安全的时候。去那边，那块大石头能挡住海风的正面冲锋。这石头挡不住雨，一旦淋湿，到了晚上气温骤降，咱们都得得伤寒死掉。必须马上建个避雨棚，就建在这块岩壁下面。建棚子，祖母，咱们既无辅具又无绳索，如何建房？活人还能被尿憋死，没工具就用手，没绳子就用藤。婷儿，你带着3个男丁，用你的刀把那边的竹子给我砍下来，不需要太长，1人高就行，尽量砍粗的。王爷，你带着剩下的人去把地上的烂泥和枯草混合在一起，给我踩烂和匀了。女眷们去扯那些最粗的藤蔓，越多越好，把咱们来的芭蕉叶全部开。竹子搬过来，靠在这石壁上，呈斜角搭上去。藤蔓，把相邻的竹子死死绑住，打死结。芭蕉叶从下往上铺，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加上去，这样雨水才会顺着流下来。泥巴，把和好的草泥糊在树叶的缝隙上，尤其是边缘地带，给我封死，一点风都不能透进来。进棚子，全都进去！冷吗？回祖母，不冷。母亲，儿子以前真是个混账，若不是您，咱们一家人现早就成了海滩上的冤魂。行了，别在这儿哭丧，保留体力。这场暴雨估计要下1天1夜，等雨停了，外面的海滩和林子恐怕会被冲刷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母亲神机妙算，救了全家老小的命啊！行了，别拜了，
留着点力气干活。俗话说得好，风浪越大，鱼越贵。龙王爷发了一晚上的脾气，现在该是咱们去收保护费的时候了。拿上所有能装东西的家伙事，跟老娘去进货。老天爷啊，那是何物？我操，龙胆石斑，这么大一条，在现在得卖多少万啊！婷儿，别让他跑了，砍死拖上来。发财了，发财了！老太君，您看这边，好多海妖壳子。捡，全都给我捡起来！这可是上好的口粮。哎呦，好大一块长毛的肥肉！别动，那是极品海参中之霸刺参。好家伙，这么大的野生刺参，大补啊！王爷，今晚给你熬个汤，补补你那虚弱的身子骨。母亲，这么多肉，咱们就算敞开肚皮吃，3天3夜也吃不完啊！这天这么热，要是坏了可如何是好？坏不了，老天爷不仅给了咱们肉，还把保存肉的法子也一旁给咱们了，那是海盐。婷儿，你带人去把那些白色的盐渣刮下来，把这大鱼大肉都切片，抹上这粗盐，挂在树枝上，用太阳暴晒，寒风一吹，做成咸鱼干和海鲜干货，放上1年都不会坏。祖母，你快来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海妖上岸了！不是海怪。祖母，这是何物？莫非是传说中的山魈野鬼？山魈野鬼，这是上好的五花肉和红烧排骨，自己送上门来了。是野猪，而且看这蹄印的杂乱程度，绝对不止1头，是一个野猪群。完了，咱们好不容易躲过了海里的要挟，这林子里又来了凶兽，这死岛真是一天也不让人安生啊！闭上你的乌鸦嘴！吃腻了海鲜，也该换换口咽了。婷儿，叫上所有男丁，带上削尖的木棍和竹子，今天晚上老娘带你们去吃烤全猪！杀野猪，就凭咱们这几块破铜烂铁，那野猪皮糙肉厚，发起狂来连老虎都要退避3杀呀！咱们还是赶紧把这庇护所加固一下，躲在里面别出来了吧。躲？你能躲一辈子？这林子就这么大，野猪群既然盯上了这里，迟早会把咱们的避雨棚给拱翻，到时候你就是他们嘴里的下钩片。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今天必须把这群畜生给我拿下。婷儿，以前在军中可曾挖过陷马坑？回祖母，挖过。对付北蛮的重甲骑兵，陷马坑加倒刺，乃是常规战法。好极了，对付野猪和对付平兵是一个道理。他力气再大，掉进坑里也就是一盘菜。婷儿，你带3个最强壮的男丁，就在这属猪必经的兽道上，给我挖一个深坑，至少要有1丈深，坑底要狭窄，让他掉下去就翻不了身。王爷，你带剩下的人去卡最坚硬的毛竹，削成尖刺，要像匕首一样锋利，底部用火烤硬，给我密密麻麻的倒插在坑底。母亲，儿子这手不要了就剁掉！女眷们也别闲着，去把这些内脏和烂果子给我砸碎了，和在一起。野猪的鼻子比狗叫月还灵，就喜欢这种酸臭腐败的味道。铺草。
母亲，这味道也太美人了。你懂个屁！这叫致命诱惑。对野猪来说，这味道比佛跳墙还香。中了，动手！孽畜，受死！好！保护老太君！母亲，您是天兵下凡啊！这等凶兽竟也被您斩杀了。把大的拖上来，连夜开膛破肚，放血剥皮。看见这几个活口了吗？从明天起，在营地后面给我用石头和木头垒一个最坚固的圈。咱们不仅要吃海鲜、吃烤肉，还要在这座荒岛上建起咱们赵家的第一个养猪场。现在生火架柴，今晚咱们吃顿好的，烤全猪。香，太香了！儿子以前在王府吃的都是御赐的清油，总觉得这等荤油乃是下等人吃的粗坨之物。如今看来，真是儿子有眼无珠啊！婷儿，拿几个洗干净的陶罐来，这可是好东西。海岛上湿气重，干体力活消耗大，以后咱们炒菜煮海鲜，只要加上1小勺猪油，保管你们干1天活都不觉得累。一人分几块，尝尝鲜。昨天晚上虽然吃了顿饱饭，但你们自己看看，咱们现在住的是个什么鬼地方？天气越来越热，这破泥棚子根本不透风。要是继续住下去，不出半个月，不用等野兽来吃咱们，瘟疫就能把咱们全家一波带走。那以母亲之见，咱们该如何是好？莫非又要搬家？搬什么家？这片石壁背风向阳，旁边还有淡水坑，是这附近最好的风水宝地。咱们就在这儿建一座真正能当风御雨、冬暖夏凉的海景石头房。石头房！祖母，用石头建房固然古固，可是咱们没有粘土和糯米浆啊。若只是将石头干垒起来，稍微大一点的海风就能将其吹倒，届时倒塌下来，反而会出人命。谁说建石头房非得要糯米了？最好的粘合器，老天爷早就给咱们准备好了，只是你们这些睁眼瞎看不见罢了。婷儿，你带男丁去林子里找最粗壮的树干做房梁，另外去海滩边缘给我捡那些被海水冲刷的变平的石石，记住，越大越好，全都给我搬到这石壁下面来。女眷们全部拿上布袋子去沙滩上捡东西，不要海鲜，只要死贝壳、碎珊瑚，还有那些白花花的生蚝壳，越多越好。母亲，那我呢？儿子这手上的炮还没好利索。你，王爷身娇肉贵，老娘自然给你安排了一个最重要的技术活儿。呛死本王了！母亲，这就是您说的技术活，这不就是烧火的火头军吗？闭嘴！这叫石灰窑。
关系着咱们全家能不能住上大房子领脉，必须烧到最亡，火不能断，必须烧到最亡。老太君，这些破壳子烧了能顶什么用啊？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可是画符手为神奇的仙术。婷儿，把火灭了，把里面的白灰都给我扒拉出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都退后一点。显灵了，石头水烧开了！这水怎么自己就开了？里面有鬼啊！鬼个屁！这叫石灰泥。婷儿，把另一块石头给我压上去。这就完了？母亲，就这点白泥巴，能比糯米浆还结实？大风一吹，不就散架了？哼，不信，等着泥巴干到了，你用你的铁头去撞一下试试，看看是你的头硬，还是这石头硬。祖母大才，此物出石如烂泥，干涸后竟坚硬如铁，这简直是天下第一等的铸成神物啊！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天起，除了留下几个人照料朱娟和去海边进货，剩下的人全都给我烧石灰、拌沙子、垒石头！我要在这里筑起一整排宽敞明亮、不怕台风的大房子，有单独的卧室，有宽敞的厨房，还要有一个专门存放海鲜干货的大仓库。镇南王府是没了，但老娘要在这荒岛上给你们建一座比王府还要结实、还要湿炭的海景别墅，都给老娘动起来！盖好了，咱们真的盖出大房了！哭什么丧？乔迁仙君是好日子。婷儿，去把之前腌的野猪腿和石斑鱼干，今晚咱们在这新院子里生火开火做饭，吃顿好的暖屋。孙儿遵命。开饭！别，好苦！这肉怎么这么苦？还有股涩味，舌头都要麻了。糟了，这盐有问题。祖母，莫非这海盐真的有毒？难怪古书上说，海岛之盐乃是毒盐，不可食用。有一个毒盐，就有你了。哎呀，我肚子好痛！全都不许吃了，去喝点热水。这可如何是好？咱们好不容易攒下这么多肉，若是不能用盐腌制，不出3日便全都要发臭腐烂了啊！哭什么？老天爷不给咱们好盐，自己造。明天一早，婷儿，你带男丁去海边，老娘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点水成金。这叫盐田。从今天起，咱们不刮石头上的毒霜了，咱们要直接向大海要盐。母亲，这不还是苦的吗？急什么？这只是第一步。成了，王爷过来尝尝。这是盐，天下竟有如此洁白、如此纯正的盐，不烫如雪，细若凝脂，这哪里是盐？这分明是一锅白花花的银子啊！出息，这就把你激动哭了。老娘要的可不只是自己有盐吃。婷儿，多带几个人去扩建盐田。萧彻，每天给我源源不断的晒粗盐、绿精盐。有了这雪花盐，咱们的鱼干肉干不仅不会坏，甚至还能做成极品海珍。等咱们攒够了货，就想办法打通商路。镇南王府的招牌虽然倒了，但老娘要用这雪花盐给你们堆出一个富甲天下的海岛帝国。姐姐，你看我的脸，还有这手，全都是老茧和刀刺。
若王爷哪天多看我一眼，怕是都要嫌弃我粗鄙的像个烧火丫头了。在这死岛上，能活命已是万幸，还求什么容貌呢？只是每每想起当年在京城用着那100两银子一盒的玉绒伞，恍如隔世啊！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不就是一张脸吗？老娘有办法给你们弄回来。老太君息怒，妾身等只是一时感怀，绝不敢怠慢了手里的活计。行了，起来。想恢复以前的容貌，想用比那什么玉绒伞好10000倍的东西。好，只要你们以后给老娘往死里干活，老娘就保你们不仅容恢复，还能比在京城时更水嫩。平儿，咱们这群人里谁的水性最好？回祖母，孙儿的水性尚可。护院中有几个原是江南水乡出身的，能在水下憋气一盏茶的功夫。把他们叫过来。祖母，这是何物？这叫潜水镜，人的眼睛在水下睁不开，也看不清。戴上这个，海底的世界就跟在陆地上一样清楚。你们几个，今天就给老娘潜到那片深水礁石区去。天哪，老太君神技，水下的礁石游鱼竟然看得一清二楚。别废话，戴上护米镜，拿上鱼叉网兜，下去找外壳像蝴蝶翅膀的巨贝。那巨贝足有脸盆那么大，捞得越多越好。祖母，您看可是此物？珍珠，好大的男珠！母亲发财了！这一颗若是拿到京城，起码价值1000两白银啊！老太君，这些残废品不值钱的，您收集它们做甚？哼，不值钱，这可是能让你们重返青春的仙药。孙氏，把前几天熬的最纯净的那一点野猪油拿过来。这是？这叫海藻珍珠养颜膏，抹匀了试试。天哪，这简直比京城玉香楼的顶级面烛还要好用100倍！我看看我看看。世间妙药，老太君真乃神人也！都看到了，想不想每天都用这种养颜膏？想不想变得比以前更美？想！哼，好，从今天起，镇南王府美妆研发部正式成立。李氏，你带人负责熬煮海藻；孙氏，你带人负责研磨珍珠。是。以后咱们海岛上不仅要制盐，还要大批量生产这种养颜膏。雪花精盐是必需品，能换来粮食和铁器，而这成本极低、利润极高的养颜膏是榨干京城贵妇钱包的终极奢侈品。有了护卫队、制盐厂和美妆部，商业帝国版图拼上最重要的一块。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艘能把商品卖出去的商船。母亲，这个月李氏和孙虾带着丫鬟们，一共熬制上等海藻珍珠膏120罐，极品加了纯净龙伞香的有10罐。只是咱们这东西越攒越多，再不换成粮食部贮铁器，迟早得穿着树叶过冬啊！急什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总会有那么几个美眉被风吹到咱们这儿来的。哦，
弟媳，有船！抄家伙，护卫队集合，跟我去海滩。东家，不能再往前了，那是琼州死岛啊！传说岛上瘴气弥漫，还有吃人的必死无疑啊！好看，你懂个屁！船底漏水，淡水喝光，留在海上马上死，上岛还能找水管命。给我靠岸！缴械不杀！好汉饶命，大王饶命！小人只是过路海上，遭遇风暴，误入贵里地。船上有丝绸茶叶、金银珠宝，只要留我一命，全部双手呈上。金银珠宝，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金子还不如一块生姜管用。老娘要你的命干什么？能下锅炒菜吗？你们是何人？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船破了，水没了，没有老娘点头，你们就算饿死渴死，也不想带走岛上一滴水。这位老夫人，小人钱万金，江南商会副会长。只要老夫人能供给淡水和修船木料，价钱随便您开。哼，口气倒不小。婷儿，带钱老板去咱们营地转转，让他开开眼，免得他以为咱们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叫花子。这是玉儿，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纯净的净颜？就算皇宫里供颜，也远不及此物的一半啊！钱老板，再看看这个海藻珍珠养颜膏，抹脸能去腐生机，重返青春，这可是全天下独一份的秘方。买！我全买了，老夫人您开价，这些盐、海珍养颜膏，我愿出市价的2倍。2倍？钱老板，你当老娘是在要饭吗？第一，这些货你拿回京城，转手就是10倍、100倍包利，给2倍市价，忽悠3岁小孩呢。第二，在这岛上，银子就是废铁，老娘不要银子。那老夫人想要什么？第一，我要你船上所有铁器、兵器、棉种、粮种和增牛。第二，你回去后必须拉来一川，上好青砖、生铁矿、布匹和工匠。第三，岛上商品给你独家代理权，利润我拿70%。70%？全都换成指定物资运回来。老夫人，这也太狠了！海上风浪大，打点官府也要钱，您抽走70%，小人连喝汤都不够啊！不答应。婷儿，送客，把他们赶回漏水的破船，顺便告诉护卫队，今晚加餐，吃红烧肉。等等，我欠这买卖钱某做了。京城的老爷们，准备好迎接你们姑奶奶的降维打击吧！王爷，母亲有何吩咐？马上组织女眷和剩下的男丁去石壁后方那片地势平缓的荒地开荒，把这些3黍和粮食都给老娘种下去。儿子领命，保证3个月内让咱们岛上长满绿油油的庄稼。钱老板，我出500两银子，再给我拿1罐海藻珍珠养颜膏。我夫人用了之后，脸上的陈年黄褐斑全没了，皮肤水嫩的跟28少女一般。这位家主部全掌不明养颜膏。
现在拿着刀逼我来买，买不到我就回不了府啊！500两算什么？我出1000两。我乃户部尚书的管家，我家老夫人要3罐极品龙蟹香口味的。好嘞，给您留着，帮人可碰都碰不着。严爱卿，你尝尝这道清蒸鱼鱼，御膳房今日换了新颜，味道竟是出奇的鲜美，毫无过去贡盐的苦涩之气。陛下，这并非御膳房的贡盐，臣昨日在家中也尝到了此等神物。此盐纯白如雪，颗粒如沙，提纯之术巧夺天工。这等暴利之物，若是不掌握在朝廷手里，怕是会滋生剧妒啊！传旨，让那个钱万金进宫面圣，朕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能造出这等神仙之物，传说像风一样传遍几城。老夫人啊，哪是给我一桩生意？您这是把整个京城的权贵都架在火上烤啊！快，把咱们商会所有的船都调集起来，装满上好的青砖、生铁，最好的苏绣布匹，还有木匠、铁匠。是。马上南下，再去琼州海域。粮仓满了，肉吃不完了，咱们的日子简直比在京城当王爷还要舒坦。婷儿，怎么回事？祖母，今天孙儿带人深入岛屿北方的断崖山洞探查，那里不是荒地，那里驻扎着一支军队，一支装备精良、杀人不眨眼的军队。他们不是野人，也不是海妖，那是盘踞在南海、令人闻风丧胆的倭国海盗。叫什么叫？还没死呢！去，拿最干净的棉布来，把昨天熬好的烈酒端过来，还有金创药。是条汉子。说，到底怎么回事儿？你们几个人出去，怎么就你一个活着回来了？其他人呢？回祖母，今天孙儿带着王武他们3人，本想去北面断崖处探查一番，看看有没有新的水源或矿石。谁知我们在断崖下发现了，那北面断崖之下，竟然藏着一个巨大的天然避风港。港湾里停绑着5、6艘吃水食参的黑帆海船。那些人根本不是什么普通海盗，他们头留月带头，身穿皮甲，手持极其锋利的狭长武士刀。那是盘踞在东海和南海交界处，烧杀此落无恶不作的倭国海盗。我靠，那可是连朝廷水师都头疼的杀人魔王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这死岛位置隐蔽，四周暗礁密布，他们显然把这里当成了秘密销赃中转站和藏身老巢。我们趴在崖顶上观察，却不慎惊动了他们的暗哨。王武他们3个为了掩护我撤退，被那群倭寇乱箭出心，直接扔进了海里喂鲨鱼。孙儿拼死杀出重围，在密林里绕了几个时辰才敢跑回来，但还是被他们咬住，中了一箭。母亲，完了，全完了！那群倭寇杀人不遮眼，要是发现咱们营地，一定会生吞了萝卜咱们。母亲，咱们逃吧，
趁着他们还没找过来，咱们赶紧砍树造木筏，逃到海上去。哪怕是在海上漂死，也比落在那群倭寇手里强啊！看看你们四周，这是我们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家。那是我们一口一口省下来，一锄头一锄头种出来的粮食和肉。那是我们的制盐厂，我们的美容坊，我们用血汗在这死岛上打下来的江山。你们以前是王公贵族，被人陷害流放，你们逃了。现在，你们是靠双手活下来的。骨头，硬骨头，硬骨头！难道还要被一群犄角旮旯冒出来的矮子海盗像赶狗一样从自己家里赶出去？祖母说的对，我们退无可退，做木筏出去就是十死无生，与其逃命，不如跟这群畜生拼了！好，这才是老娘的好孙子，这才是镇南王该有的种。这群倭寇把北面当成他们的地盘，那是因为以前没遇到咱们。现在这整座雄州岛，姓赵，他们有武士刀，我们有百战高刀；他们有200-300人，我们有石头堡垒，有取之不尽的粮食。明天一早，立刻带人把院墙加沟加厚，女冠全部停止熬制药盐膏，去仓库搬毒盐和石灰粉装小包。婷儿，你身上的伤还能不能动？孙儿就是死，也能拉上10个垫背的。用不着你死。明天带上所有男丁，拿铁锹和毛竹，在营地外围红树林和路上挖满陷马坑，铺满毒刺。想抢老娘的地盘，老娘要让他们知道，这琼州死岛就是他们这群倭寇的终极坟墓。没有杂质的雪花鹰盐，这种东西连大炎的皇帝都不一定能吃到，怎么会出现在荒岛野人身上？南边，这岛的南边一定藏着一个惊天大宝藏。小的们，擦亮你们的刀，明天踏平南岛，男的杀光，女的留下，抢走所有宝藏。